叶哥，今天下午有个劳斯莱斯福影的拍卖会，咱去吧。叶老弟，这台福影是限量版，你们去吧，我下午要去一趟燕京，等你们拍下来以后，让我也感受一下。那我一定拿下，600亿在手。我就想问一下，还有谁？大车，请注意！你俩别走，这个车位是我的，马上把你的破大众挪开。开个保时捷918而已，也不知道有什么好装的。老郑，我就说嘛，你这老掉牙的车还要它看什么？这可是我创业来的第1台车，有感情了。小子，要不是我着急参加劳斯莱斯福影的拍卖会，要你好看。老郑，你看旁边，这货不就是刚才停车场的那个吗？真是小啊！你俩一个开破大众的，也敢坐到这里来参与拍卖？我很想知道是谁给你的这个自信。我一个开破大众的，就不能有豪车梦了吗？当然不能，穷人是连做梦的资格都没有的。我明说了，这辆福影我势在必得，你俩就好好坐在旁边，见识一下什么才是有钱人的生活。其实你在我的眼中是一个十足的穷皮。你说什么？我是穷皮？竟然有人说我范同是穷皮？大家安静安静，针对本次劳斯莱斯福影的拍卖会正式开始。下面我先讲解一下这辆车的性能和配置。不用介绍，直接开始，赶紧的。看来大家已经迫不及待了。既然如此，拍卖正式开始，起拍价5000万，单次加价不得少于100万。我出5500万，5700万，6200万，1个亿。我范同出1亿2000万。不会吧？范少竟然一次抬价2000万！早就听说范公子放出风声，对这辆福影势在必得，不然也不能如此加价。不过其他几位要争夺的公子哥也不是吃素的，看看再说吧。范少，你真是这样猛抬价，对你对我可都是没有好处的。王少，我猛抬价，我乐意。谁叫我有钱呢？你也可以猛抬价格啊。呵，当我王斌是吃素的不成？1亿5000万，我出2亿。哇塞，达到2个亿了！劳斯莱斯福影虽然珍贵，但这已经大大超乎了它的价值了呀。这些富二代果然是毫无人性啊！豪掷几个亿买一辆车，不可思议。王少，我已经出到2个亿了，你呢？跟不跟？2亿5000万，你要是能出更高价，福影归你。那我就出2亿5500万。亲爱的，你好棒哦！华国仅此一辆的劳斯莱斯福影就要成为你的了。我早就说过，这辆福影我势在必得。范公子出价2亿5500万，还有人出价吗？我出3亿。谁刚才喊的价，竟然叫出了3亿的天价，这是在乱喊价吧？是啊，就算有钱也不能一次加5000万吧？小子，你喊3亿？对呀，就是我喊的，有什么问题吗？就凭你拿得出来吗？还3亿，你拿3万都费劲吧？一个开破大众的，还想开福影，真是异想天开。抱歉，3亿对我来说不过是9牛1毛罢了。你这里是不是有问题？你知道3亿是多少吗？哈哈，你既然说得出这种话来，你不害臊吗？拍卖师，我怀疑这小子根本没那么多钱，他是在乱喊价，我要求对他的资格进行检查。先生您好，麻烦你出示一下你的银行卡，我们需要验证你卡里是否有这么多钱支付，希望你能谅解。这当然没问题了。张经理让我过来提醒你一下，他们一位是山青老书记的孙子，一位是天河投资的老板，现在都是那个暴发户叶松的左膀右臂。我知道了。先生，真是不好意思，刚刚多有得罪，还望你万勿怪罪。没事，那现在还需要验证我的卡吗？自然不用。你们干什么呢？怎么就不用检查了？就他俩这样子，肯定拿不出10个亿。我要求验资。范少，这2位是……既然他觉得我没资格，那你还是查验一下吧，让他输得心服口服。好吧。我要亲自见证你们查验，我反正不相信一个开破大众的小子能拿10亿出来。没事，他既然要亲眼目睹，那就让他看一看我卡里的余额吧。亲爱的，依我看，他余额能有7位数就算不错了。7位数？你也太高看他了，我看他顶多5、6位数。个、10、百、千、万、10万、100万、千万、亿、10亿、100亿。撞！这可是足600多亿的现金余额啊！现在拍卖会可以继续了吗？我的时间是很宝贵的。当然。
范少，我说3亿对我来说只是9牛1毛，现在你信了吗？5号座位的公子出价3亿，还有出价更高的吗？范少，你不是说你对这辆车势在必得吗？你不继续出价了吗？你出的话，我就跟你玩一玩。不玩了。600多个亿的现金余额，我拿命去跟你玩吗？3亿第二次，还有没有出价的了？怎么，范少你不要了吗？也对，3亿对你来说应该很难拿出来吧？既然如此，这辆福影就归我所有了。这辆劳斯莱斯福影虽然珍贵，但也绝对值不了3个亿，你买了也是大亏。3个亿对我来说只是点零花钱罢了，花点零花钱买个玩具而已，何谈盈亏？这次主要是老爷子想带你去跟紫禁智囊团过一过招。闻言，叶松明显一愣，但却没有因此表现出任何拘谨的反应。行啊，我求之不得。阿松啊，会面紫禁智囊团是一个机缘不小的契机，如果能将那些智库成员给折服，很大概会让你坐拥更多的筹码。毕竟紫禁庙堂的重视也是分等级的，受重视的程度越高，高层给予的包容以及支持力度无疑会更高的。我明白。话说在这之前还有其他人？我指的是小辈，有其他小辈会面过紫禁智囊团吗？在王老的安排下，王静安那小子会面过一次，据说紫禁智囊团那边给出的评价是块好意，就这4个字而已。关于王静安这位4、9成新生代第一人的成色，没有人比他叶松更清楚。抛开前世的王静安不但将林家拉下马，并且在他的带领下，王家的影响力大到连紫禁庙堂都不得不顶着空前的压力及风险去削弱王家的势力不说，就这一世，就他跟王静安之间的交手，若不是前世的自己对王静安有着一定的了解，并且早早就摸透了他的心性，再加上自己是活了2世的重生者，怕是他叶松也不一定能够将王静安进行碾压吊打。可这样的王静安在紫禁智囊团那边获得的也仅仅是4字作品而已。如此看来，想让紫禁智囊团将自己进行神化，怕是真得开大招才行啊。对，就是这4个字，仅是这4个字。但是别忘了，那是神州的大脑，是紫禁智囊团，所以这4个字的评价已经可以说是极其之高了。怎么着？对于来说，这4字还不够是吗？您老主张给我安排这么一处会面，料想也不是奔着那4个字去的吧？哈哈，你小子有够滑头的。当然，如果仅仅是为了获得一句是块好玉，咱们也犯不上折腾这一出。毕竟你的种种成就以及自身体现是摆在那的。那就争取不让您老失望吧。在林朝阳看来，这既是一场测试考验，同时又是一场机遇。一旦能够通过这场测试考验去折服紫禁智囊团，毋庸置疑，叶松在紫禁庙堂那边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将再上一个台阶。